车脚会不会断掉？其实刚才呢，我已经把这辆车脚研究过一遍了。我是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J-Cool J7， 没有错，这辆车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发布了。这一台车的价钱呢，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看了价钱过后，你们觉得这辆车卖这个价钱 O 不 OK？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在你们评价这辆车用这个价钱售卖 O 不 OK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细节，可能看了过后你就觉得，这个价钱非常的值得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车头啊。其实这辆车那时候刚刚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就有为大家做过一个讲解了，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可能我们是比较多媒体一起在做讲解，所以场面可能会比较混乱一点点。今天我们可以讲是包场了啦，我们只有 Rider ATS 团队在这边。这边是哪里？这边就是我们 Johor Bahru 从 Bentong 要去Taman Molek 这一条路啊。北京楼旁边就有一间 J-Cool 的 showroom， 非常大间，而且环境非常的舒适哦。你们大家如果要看车，也可以过来这边，我会把这边的地址还有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那个地址或者联络方式来到这个地方哦。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身边这一台白色的呢，是一个 2-wheel drive 版本。这台车的车头灯哦，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在上方，对不对？其实它的大灯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是它的 DRL， 然后它是做到好像 checker flag 这样啊，有点那种赛车元素。我就觉得这个车头灯这样子的 design 很好看啊。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 projector LED 的大头灯。在旁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进气格栅，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可以通往后面的，是可以吹到它的轮胎的。然后在前方正脸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瀑布式的 front grille， 还有一个 J-Cool 的一字排开的这个厂徽哦。下方这边呢有一个360，它是可以模拟这台车隐形掉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上路试驾的时候给大家看它的整个效果。下面这边有一个空格哦，本来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短波雷达，可是伸手指进去摸一下是没有摸到什么电子配件啊，所以应该里面是没有短波雷达的。但是不代表这台车没有 ADAS 哦，这台车其实还是有 ADAS 的。我们可以在它的大镜上方看到有好几颗镜头啊，还有一些 sensor 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的，所以这一台车还是具备 ADAS， 具备 ACC 自动跟车、AEB 自动刹停等等的功能。你们如果要买一辆这种比较豪华型的车，这种 ADAS 的功能、安全性的东西，主被动安全配备是绝对不能少的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身侧面，可以看到有一个 wheel arch 是 matte 的啦，这个是一个防刮材质，因为它是一台 premium off-road SUV 啊，所以还是要有一点这种 off-road 元素啦。轮胎方面用的是大象牌 GT 的轮胎，尺寸是235/50R19 19寸的 Sport Rim 啊，银黑双色调啊，这个颜色老实讲我是看到有点腻了啦。现在好像各大厂商啊，不管你是什么牌子，欧美品牌、日系品牌还是中系品牌，都是用这样子的 design， 我是觉得有点闷了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大卡钳，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一个 single board 啦，不过是比较大的面积的。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就是不知道它的卡钳旁边为什么有多一只东西伸出来这样子，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OK， 来到车身侧面，我们从旁边这样看过去啊，其实这辆车很有那种 Range Rover 的 feeling 啊，就是很硬汉型的 SUV， 没有错，这辆车它的确是一个硬汉型的 off-road SUV， 它是可以真的驾去 off-road 的，而不是那种我们马路上看到的都市型 SUV 啊。通常我们看到的那些都市型 SUV 呢，的确是有一个 SUV 的外观，可是如果你要拿去 off-road 的话，它的车身刚性很有可能不能承受太过严峻的 off-road。可是这一台 J-Cool 的 J7 呢，我们之前就有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 off-road 试驾，我们真的是把这辆车驾去 off-road， 过那些很烂的泥、下水，还是爬一些很斜的坡，整台车的车身刚性都可以 support 得到，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你把整台车打斜，就是那个地上是一高一低的时候，这辆车的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证明它的整个 chassis 加上它的整个车身结构是很坚硬、很坚固的。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是会往后移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电动调节的椅子。为什么会往后移呢？就是要让我们上下车的时候方便啊。上车的时候就这个距离就会比较远，当你启动这台车的时候呢，它就会回到你原本预设好的那个位置。再来，我们讲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其实它的 interior 给我的第一印象，它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属于欧美系的车型。整个 interior 你不会有那种很便宜廉价的感觉，没有哦。这辆车的 interior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 high end， 很 high class。上方是一个软材质的这种皮革包覆哦，很大面积啊，还有一个 head-up display， 前方有一个全彩荧幕 ，steering wheel 按起来它的手感哦，其实它的这个操控界面啊这些东西，我感觉它很像 Omoda E5 啦。中间这边是一个 J-Cool 的这个字样啊，中间这个排档杆呢是一个战斗机型的这种排档杆哦，哇，真的好像在驾战机这样 Top Gun 啊。油门方面是这种风琴式油门啊，这一点我喜欢。我的 FN2R 就是这种风琴式油门，很好驾，真的，你的脚放在上面踩踏油门的时候，那个角度哇一流啊，很爽。然后当然还可以切换各种驾驶模式 ，Two Wheel Drive 的有3个驾驶模式 ，All Wheel Drive 版本的呢就有更多驾驶模式好选择。然后中间有一个 armrest， 这个 armrest 有一点高啊，所以开车的时候你把手这样靠在上面，感觉还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OK， 来到这辆车的后座呢，这辆车后座真的是舒服啊，它的椅背倾斜角度 very good 啊。真的 C segment SUV 没有几台有这种乘坐姿势，真的很舒服啊！你们一定要到现场来体验。而且它的这个皮革是很软的，很舒服，大腿支撑又好，中间又有一个 armrest， 后方又有冷气出风口。缺点不是没有啊，缺点就是它的冷气出风口只有一个 air vent， 你要么吹左边，要么吹右边，或者吹上下，没有的让你选择左边的人要吹哪里，右边的人要吹哪里，它就只有一个洞罢了啊！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唯一这个后排可以明显看到的小缺点啦。好听的音响很加分啊！这台车全车系都是 Sony 的音响。当然，来到后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连贯到右边去的这个尾灯，我个人很喜欢。然后有2个假的 exhaust tip， 假的啊，没有真正的排气功能，但是它是真正的双出，只不过它里面的 exhaust 是往下吹。然后这边有一个 reflector， 很好看，好像那个战斗机的那种排气孔这样子，很有那种高达的感觉啊。打开它的尾箱盖呢，是一个电动尾门。这个电动尾门一翻起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台车的后箱看到非常多的细节哦。细节 No.1， 给你 full size 的 Sport Rim Spare Tire 啊，这一点呢已经很少车企这样子做了。现在有些就是给你补胎剂就草了事。我们还可以看到 J-Cool 给你 Spare Tire， 而且是 full size 的，跟你现在装在外面的4颗 Sport Rim 一样 design 的，这一点 good job。再来就是身为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嘛，对不对？那它一定要具备一些我们去 camping 的功能，对吗？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它不是很大，但是给我用的话还算可以，可以放我的行李箱，放我的拍摄用途的一些器具，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遮罩帘可以把它盖起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些小拉环啊，这个小拉环可能你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啊，可是对于这种我是有去 camping 过的啦，你可以放一些水桶啊，可是你水桶在你车行驶的时候不是摇来摇去，你可以勾着它绑起来，它就不会乱动了。除了水桶以外，你还可以放很多其他东西啦，都可以用到这些小拉环。它不一定会有用，但是当你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却是一个出门旅行的时候帮助很大的一些小细节。它有一个可以承受3kg的小拉环，还有一个12V 的充电插孔，这个是好像那种点烟头这样子啦，你可以在这边插你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左右两侧还有小 pocket 可以放东西，真的 very good。这边又有一个小个的洞，这边又有一个3kg 的小拉环啊，你以为这样子就完了是吗？我跟你讲，这辆车尾箱啊，真的超多细节，连这边也有看到吗？这里也是有1个、2个3kg 的小拉环。如果你去 camping， 可以把这个车盖打开来，这里可以挂你的这个防蚊灯啊，还是挂你的蓝牙 speaker 啊什么之类的，极好用，对不对 ？OK， 讲到这一台车呢，我知道很多观众啊要在下面回复一个2024年最 hot topic 的东西了，就是会问车脚会不会断掉。其实刚才呢，我已经把这辆车脚研究过一遍了，后面它是用猫地令的，而且我整个人趴下去看啊，它里面的这个烧焊结构全部都是非常的稳固，它的 welding 整个就是 full welding，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坚固结实，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把整台车的外观还有 interior 都讲过一遍了过后，现在我非常期待把这辆车开上路试驾。之前我们试驾的时候是走 off road 哦，今天我们要把这辆车开上马路。马来西亚90% 的人买这辆车应该都是在马路上行驶嘛，所以在马路上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现在体验一下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刚刚发布
部的 J-Cool J7， 而且今天我们试驾的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身边就来了一个 SA 小姐姐，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 Doris， 是在 Brandon 的 SA。Brandon J-Cool 这边的 SA 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J-Cool 的 J7，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这个 description 这边找到他的联络方式哦。当然，他们整间 showroom 的 SA 呢，我也会把名单放在下面。好，现在我们就直接开测这辆车，这种 SUV Premium Off-Road SUV 走马路是什么感觉 ？OK， 我相信今天这一部影片啊，会有人 comment 写中国车会有 brake 的吗？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这辆车的 brake 啊。现在我们出来的是一个，马上就可以 test brake 啊，因为有点 van 就这样出过来这个马路。OK， 现在我们试的这条路是往Taman Molek的方向，这个路是有一些颠簸的，因为平时我也是会走这条路，所以我大概知道我的车走起来是什么样的 feeling。这一辆 J7 呢，一样是有那个颠簸，可是因为它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SUV， 所以它整辆车的这个车身结构啊会比较扎实、比较硬朗，所以我们在过这些 drop、过这些烂路，有一些路洞，没有故意去撞，我们也不会 feel 到很明显的那些震动传进车里面。我们 feel 到的是它细震也是可以细到很好，所以你坐在旁边，你感觉这样舒服吗？比较舒服。比较舒服型。动力表现方面，它是一个4缸1600cc 涡轮增压引擎，搭配这个 DCT 啊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所以在排档方面，它的这个节奏啊什么的，我觉得都 OK。尤其是在马路行驶，我们踩油的时候，要它退档的时候，你看踩油 ，OK， 它的这个退档，它的这个换挡衔接还是很自然的。然后刹车，我觉得这个刹车其实 OK 啊，很好啊。very good。所以如果你们担心它的刹车器不好，还是刹车不会停的话，来试驾就对了。买车一定要试驾的，你们上路体验感受一下，可以找小姐姐体验这台车整个 interior 的 build quality， 坐在上面的整个 feeling， 加速的感觉、减速的感觉，你自己体验了过后，你就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产品。OK， 当然它的这个荧幕哦，有非常多的功能，你可以打开它的 AVM，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车现在的情况，可以开一个 3D， 看到吗？透明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荧幕里面设定整台车的一些小小功能，好像这个 Auto Hold 的功能这个 Brake Hold 的音响啊、地图啊、歌啊、音乐啊，当然也包括它的冷气啦、风速啊、冷气的温度啊，通通都是在荧幕里面做切换这一点我个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实体按键，就是按得到的。如果你在 Highway 高速行驶，你可以启动它的 AACC 自动跟车功能这样你就有一个辅助系统，就是帮你开车，不是自动驾驶只是一个辅助功能罢了，辅助驾驶罢了。OK， 当然这辆车除了有那些先进的主被动安全配备，还有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BMS 呢，它在启动的时候，不只是我的 Side Mirror 这边会亮起来后面的门也会亮起来哇，所以这一点算是一个我没有在其他品牌车上看到的一些小细节，这一点真的是 good job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辆车呢，它的 Signal 是在右手边的，哇，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啦。Malaysia 很多人买车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Signal 在左手边。现在刚好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遇到一个雨天了，下雨了，然后车顶呢是有这个全景大天窗当然全景大天窗因为它是一个玻璃嘛，所以雨点打在上面是会有蛮明显的这个雨点声但是我觉得不影响驾驶啦。如果你是在买这台车之前你开的是那种 Vios City OK，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这辆车的隔音还是比他们好，整个车身的 interior 的那个噪音值我觉得是很低的。那现在是一个大直路，我们试下加速，油门一脚踩到底。刚刚就加速到时速100多了，可是你不会有 feeling， 可能在画面上的朋友你们以为我在加60、80可是其实刚刚已经加到100处了，因为这辆车可能它比较 solid， 它比较重，它比较大台，所以在加速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个爆冲的感觉，所以你不会在画面上看到我们全部人往后贴着椅子，没有。但是它还是可以顺顺的线性的加速，它还是一台舒服的家庭车嘛，对不对？它不是一台跑车。对我而言这辆车其实它根本都不像中国车的，它整个 interior、exterior design 驾驶体验给我很有那种欧美车系的感觉。所以 J-Cool 以目前现在这个售价有得到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比起很多日系品牌同级竞争对手同一个 segment 的，我觉得这个更有诚意，这个也是我更加喜欢的一个
点了。所以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跟 Jayco Johor Bahru， 也就是 Blentong 这边的 Jayco Showroom 借这台车来做一个更加完整的试驾影片。你们想要在那一部试驾影片看到我们做怎么样的测试哦，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这样接下来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就可以参考一些你们的疑问或者你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啊。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想要买车，当然也可以找我们的 Doris Wong，OK。然后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车的话，可以到这边实际现场看到、摸到、试驾到。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